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布农族的生活。布农族是生活在中央山脉里的高山族群，他们的生活领域与玉山国家公园的范围高度重合。更早之前，他们就是生活在所谓的百越群中。原住民的生活以部落为上位，部落人数常是200-300人，数量并不多，可谓地广人稀。这种生活方式，没有入山的汉人很难想象。像我自己是平地汉人，住在燕巢，家里种8月和枣子，但在部落生活1个多礼拜，每天这样走路上山下海的，也是走到脚冻甲。当然这也跟我自己的运动量不足很有关，但在部落也确实有自己的平行世界，生活方式也与平地汉人这种菜市场、绕境拜拜、逛夜市的生活方式很不同。本次性的布农族的学子邀约进入部落生活1周，这次进入的是台东延平部落，这里离鹿野高台很近，但汉源生活是分开的，因此这些景色走汉人线进来也看不到，要走原民的部落路线才能看到这些生活景色。这次进入部落的时间是4月的达尔祭期间，达尔祭类似布农族的丰年祭，是他们的重要祭典时期。本次学子要带我去看布农族的田地。布农族的田地共生在玉山国家公园的领域里，玉祈月是田，不如月就是一个森林的生态，俗称自然农法。要与自然农法共生，很重要的关键是要认得这些植物的名称与功用，如同俗语曰，吃得进去的草叫菜，吃不进去的草还是草。草跟菜的差别就是能否制的，然后烹煮入肚。如同茶叶也对我来曰，也是一种名为草的叶子，但有技术的人就是有办法把它变成手摇饮料来发大财。总之，很感谢这次布农学子带我入山来看这片田地。虽然对我来曰，这其实就是一片草区。布农族的主食是小米，小米在达尔祭祭典的时候有看到，做成甜甜圈也很好吃，且小米甜甜圈一定要买部落祭典摊位的，又香又 Q 又好吃，进到都市机器标准化后就不好吃了。总之，这次学子带我去自然农法田摘玉米，这些玉米藏在草堆中，我自己是认不太出来，但学子拿个塑胶袋进去，就有办法满载而归，实在厉害。我自己家里的8月玉枣子是用惯性农业种植的，惯性农业仰赖农药与大量的肥料，以此来保持土壤肥沃与土地生产力。但学子生活的这个部落到处都是山林，他们的土地也很多，收成不用绑在一块田地上，轮流收成即可，不用像惯性农法要一直仰赖农药与肥料。中央山脉里的这些土地肥沃度很够，种子撒下去就会长出很好的作物。只是因为自然农法是共生体系，因此也会有老鼠与蛇共存在田地中。但我学子的耕作方式并不会去移除这些生态，虽然种植的玉米也会被老鼠吃掉，但老鼠的数量会被其他坨的天敌所控制，因此还是会有6-7成的玉米留下来。也因此对学子而言，种出来的玉米分老鼠与其他会吃玉米的动物吃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它们也生态共生的一环。对我这种汉人惯性农法的家庭而言，我们与动物的共生是呈现在动物吃的果实，反而我们更爱吃，因为表示那颗好吃无毒。如同田里会有麻雀来吃枣子，我们反而很爱吃麻雀吃过的枣子，因为那表示那颗枣子是最好吃的。而这天来到这大山里的田园中，才真正限制到森林有多吵。这边环伺的大山里面都有许多动物，甚至被列为保育类的山羌也都在大山里吵架，叽叽咕咕的非常热闹。很多动物、植物与自然的各种声音，我们在动物园中看到的山羌总是胆小的群聚，但在这种都是驼们地方的野地，驼们就会开始逞凶斗狠，大吵大闹。其实这才是我们所处的真正世界。山羌是鹿科，面对人类驼们还是戒心很重，有多远闪多远，反而是老鼠很爱跟人群扎堆生活，也因此学子的这个田也会放几个捕鼠器。而布农族是有狩猎文化的民族，因此如果有猎到猎物就会唱战功。我学子的孩子在5岁时就能用捕鼠器做陷阱捕到老鼠，这对布农族来越是很大的攻击。也因此当时我学子的妈妈就帮这个优秀的猎人孙子唱战功，告诉祖灵这个孩子有多优秀。这就是布农族的快乐与生活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这里的环境就是一大片的绿油油，这就是藏在中央山脉里的部落模样。也因此部落的子民对台湾的想象
与台湾汉人对台湾的想象是很不同的。当汉人还在烦恼都是寸土寸金首付凑不出来时，部落烦恼的是田里的大老鼠，要怎么抓才不会让玉米被老鼠吃光光。因此对外虽然我们都自称是台湾人，但台湾里面还藏很多不同的文化，要被看县域认知，而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就要强加给所有文化，这是不对的。每个文化都是跟随环境而生，部落的文化状态就是跟它的环境共生而成的。因此当大家以为台湾就是菜市场、白白河逛夜市时，也要理解狩猎大老鼠，学会自然农法与公寮生活，也是台湾人的生活方式。这次的最大彩蛋就是让大家看我学子和族人们搭建起来的公寮。这个公寮大约用1个多月隔起来，在公寮里可以看到鹿野溪一整个大山。布农族因为要时常进出大山，因此隔公寮可以越，也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技能。当然对平地汉人来越，这种搭法较为贱，但部落有部落的生活法规与方式，这也是台湾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这间公寮目前还没有牵电线，也多亏近年来露营设备发展资全，这间公寮从 LED 灯到太阳能电板都有准备，有助布农族的骄傲与浪漫。这间公寮是我学子的展望，他期许这边成为部落的一个书屋，让部落的朋友们能透过书本看见更多不一样的世界。我的学子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才女，学识渊博的原名也很多。每个台湾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所处的生活领域中提供自己的价值，也因此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，也会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感人善念在台湾流转。